有越來越多的醫學的報道啊，證實說這個乳房的假體，也就是義乳啊，它跟某種淋巴癌啊是有相關性的。很多女性會出現很多種問題，很多種病症哦，包括頭痛疲勞掉髮、失眠、憂鬱、過敏，甚至有呼吸困難，超過200種以上的症狀。健康加財富，知足就是福。乳房假體啊，是從1952年發明上市的，所以到現在2025年呢，已經有73年的歷史。那這個73年歷史呢，哇，全世界裝過假體的女性不計其數哈。我看西方美女的照片哈，大概100個哈，有99個胸部裡面都是裝的假體。在今天節目開始以前，請大家先動動你的小手訂閱邱醫師的頻道，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獲取最新的訊息。你的訂閱就是對我們最好的支持跟鼓勵，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更多更有用的影片，來幫助更多的人哦。其實有人說西方女性胸部發育比東方女性好，我都不覺得哈。你們看那些電影明星美國的或者是歐洲的電影明星，他那個還沒有隆乳之前，他如果已經成名了，你会发现他胸部其實小小的。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呢，可能導演或者是制片要求他去把胸部變大一點，所以他們就去裝個假體突然間胸部就變大了基本上來講，他們也認為說胸部裝個假體沒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了。但是呢，最近有越來越多的醫學的報道證實說這個乳房的假體，也就是義乳它跟某種淋巴癌是有相關性的。所以呢，現在在這個歐盟跟北美因為發現很多這樣的案例之後美國的整形外科醫學界呢，現在建議說，在做隆乳整形的醫生呢，要跟他的病人講說，乳房假體跟癌症是有關聯的。要做不做由你自己決定，這個是比較有道德的醫生的做法美國呢就有一個隆乳的專家他描述說女人的一生跟假體的相關性。他說女人在20到30歲的时候呢，都會想去裝一個義乳，讓她的胸部看起來大一點。等到她呢30、40生過小孩以後，因為呢變胖了，她有一點這個胸部不夠大，所以呢這個時候她會要求換一個大一點的假體。到了50歲以後，因為年紀大了有點鬆弛下垂，所以呢這個時候她就會要求把乳房提高那同時也換一個假體。到了70歲以後的女人呢，回想起她的一生呢，就覺得說奇怪了，我這一生到底是為誰而活好像是為了取悅別人而裝的假體，所以她不知道為什麼，所以呢她到了70以後，她就想把她的假體取出来。其實邱醫師的門診當中也有很多人來要求取假體所以呢這就是一個有趣的輪迴從開始裝假體到取出假體的一個輪迴。那麼為什麼會有女生呢想要裝了假體以後又把它取出來？我分析有3大原因。台灣有一個整形外科女醫師是我們的教父級的老師她有寫過一篇文章了，在這篇文章當中，她提出一個跟乳房假體相關的疾病叫 BII 叫 Breast Implant Illness 就有提到說隆乳之後很多女性會出現很多種問題，很多種病症包括頭痛疲勞掉髮、失眠、憂鬱、過敏，甚至有呼吸困難，超過200種以上的症狀。所以呢，生理的不舒服加上心理的困擾或者擔憂呢，都希望把假體移除，這是第一種狀況。第二種狀況呢，我的門診當中也常遇到，就是有的女性呢，她裝了假體之後其實呢並不是不好，蠻漂亮的像前幾天也有一個年輕20幾歲的女孩子，她說她去年裝了一個假體，可是她想要把它拿掉，我就說你把衣服打開我看一下。結果她一打開以後，我發現呢裝得很漂亮這個是算很成功的假體的手術。可是她說我不要她說因為太重了她覺得負擔很大。這個沒有錯她還算是 OK 的。有的人甚至會有一些症狀出現。在去年我曾經也有看過一個女生也是裝得很漂亮的假體，她要求拿掉，不到半年的時間她就要求拿掉。她說呢，她脖子會緊緊的痛痛的，然后肩膀會酸，然後手會麻，所以呢她無論如何她說邱醫師我不要了，我不要假體，你幫我拿掉所以就要求把這個假體拿掉。另外一種狀況呢，現在美國有越來越多的女權運動的人士叫女權人士呢，他們呢相信說這個乳房假體是有毒的所以叫所有崇尚這個女權的人呢不要去裝假体，因為裝假體以後你把一個有毒的物體塞在你的體內他們認為說這些都是有毒的，不但是要把假體取出來，甚至連包覆着假體的那個莢膜也要把它清乾淨。所以呢，接下來就是要跟大家談說，那莢膜一定要取出來嗎？美國整形外科醫學會做過一個研究他就研究說，有剛剛邱醫師講那些 BII 症狀的人跟沒有 BII 症狀的人，他們莢膜上的這個組織學上的構造到底有沒有不一樣？結果發現是一模一樣的就證明說
乳房相關的疾病呢，其實不是因為夾膜而引起的啊，這就是說夾膜其實是無害的啊，這第一個觀念啊。所以呢，美國整形外科醫學會呢就建議大家說，如果有取出假體需求的人啊，只要把假體取出來就好，那個夾膜不一定要切除掉，除非那個夾膜啊有嚴重的變形、鈣化或攣縮、纖維化這樣的症狀呢，才要把這個夾膜取出來。你們都沒有看過夾膜，對不對？邱醫師看過夾膜，那個假體啊，乳房的義乳拿出來以後，你用手指進去摸摸看。乳房包覆着假體的那兩面哦，你會發現吧，光滑的跟玻璃一樣誒。你看人體的組織會變成光滑的，像玻璃面一樣的那個光滑的程度。那這種光滑程度呢，我們要想辦法讓它夾膜能夠貼回去啊，這個就必須要一些醫師的技術在裡面。如果夾膜能夠貼回去呢，啊，它就會癒合得很好，癒合得很好呢，裡面就比較不會有積水的問題啊，因為積水以後就會影響癒合哦。那癒合之後，那個夾膜在體內，你其實可以不要拿出來。為什麼？它會慢慢被吸收掉，變成膠原蛋白，所以其實還好。最後呢，跟大家談談呢，那乳房的假體取出來以後，它的胸部呢，大部分都會回到原來的樣子。可是如果你的假體放超過1年以上的時間，因為呢，你的原來的胸部的組織會被這個假體壓迫、擠壓。所以它就會變薄、萎縮。那這樣的情況底下，你會發現說，1年以後拿掉假體的人他的胸部無法回到原來的大小，甚至會比原來還再小一點。我曾經看過那種最嚴重的，10年、20年以後拿掉假體之後，發現怎樣貼回去呢？居然他的整個胸部是凹進去的啊！那這種凹進去的感覺，一般人是無法接受的，因為不但是這個什麼叫穿衣服不好看的，他心理上也會很自卑就是也不敢脫掉衣服了，太難看了。所以呢，如果你取出假體以後，希望你的胸部能夠恢復一個正常女人的外觀的時候，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必須做一個重建。那重建的話呢，不要再裝假體的話，最好的選擇就是打自體脂肪了哈。那什麼時間打自體脂肪呢？有的人說拿掉以後當下馬上打自體脂肪，我是不這麼認為啦，因為你裝了假體之後呢，我剛剛講的1年以上的時間，大概那個你原本的乳房組織都被壓得扁扁的。那你打脂肪呢，不是打在那個夾膜腔裡面，因為夾膜腔裡面沒有血流供應，脂肪通通會壞掉。一定要打在你自己原本的組織當中，包括乳房的組織、乳腺的附近、胸肌裡面是可以打脂肪的。但是因為被壓太久了，都扁掉了嘛，所以你要讓它先貼回去，修復一段時間哦。那夾膜貼得很好，沒有積水，這個時候呢，慢慢它會有點膨脹的效果，所以至少要等2-3個禮拜以上的時間呢，才可以再考慮把脂肪打在這個膨脹以後的真正的你自己的組織當中，這樣子的脂肪呢，才能夠長得漂亮，長得存活率提高。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現在呢，在美容醫學上面呢，有一種取出乳房假體的一個新趨勢，跟大家報告一下哈。如果你已經裝了假體，沒有問題的，當然你可以再觀察看看；有問題的，不要猶豫了，就趕快把它拿掉了哈。好，希望今天分享的內容對你有所幫助啊！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的頻道，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獲取最新的訊息。我們下回再見，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